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探寻的是一座神秘的青龙塔。听它的名字啊，还真是蛮霸气的。在过去呢，因为它独特的建筑外观啊，让它小有名气的成为了一个旅游观光景点吧。不过后来呢，由于这个经济不太景气，慢慢的就落魄荒废了。荒废以后呢，甚至有人还把这里啊称作为9层妖塔，听上去还真是蛮邪乎的。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？里面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？今天我们的故事啊，就要从这里开始。这里啊还算是比较好找，刚才开了1个多小时的车程啊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个青龙塔的旁边了，就是沿着这一条小路啊，一直开到山顶上面，车可以直接停到这个旁边。连在这个周围啊，现在是一片茂密的森林，远处呢还有一片湖，风景其实蛮不错的。而这个神秘的青龙塔，它竟然呢就建在这一个森林之间，或者说是一个山顶之上吧。你感觉看上去怎么样？这个塔好高啊，好高啊，感觉很怪异。为什么很怪异？修在这么偏僻的一个山顶上啊，又不是什么旅游景点。确实啊，近距离观看这座塔还真是有一点独特。你看，从它圆柱体的外观来看啊，应该是上世纪的那种建筑风格吧。一共大概有多少层？1、2、3，有9层吧？9层吗？我估计目测啊，应该得有30几米高。而每一层都有那种深蓝色的窗户啊环绕着，整个塔给我感觉啊就像是被一条龙给缠绕着，而龙头呢就在顶部。这样的设计恐怕在当年啊应该是很热闹的地方了。当这里废弃后啊，就变得好像比较的吓人了，而各种神秘的传闻呢就围绕在这座青龙塔。有说啊，这里呢好像它的内部呢是一个秘密的实验室，还有人说啊，其实外星人呢经常就会出没在这个地方。说晚上这里面还会发光。这里面吗？哦，那就是有太多的传闻了。不过现在啊，近距离目睹这一座神秘的青龙塔，真是有一种压迫感。你看周围呢，感觉有施工过的痕迹，不知道是不是要对它进行翻新呢？但是现在我并没有看到任何的工人，而这里还有一个小亭子，收费，写上停车收费。我们应该不会被收费吧？因为这个亭子里面啊，我感觉好像里面都是废弃的。你看，这有点像是它的那个尾巴，应该是它的爪子吧？爪子啊，啊，撑在地上的。那边还有一个。啊，对。但是你看它的颜色啊，我感觉和上面的颜色完全不一样。那上面都是有涂装的，绿色的，而底下呢全部都是灰色，感觉像是重新修复的，还没有上色。从这里进去吗？哎，不是啊，感觉像是还没有完工的。这边还有一个相同的拱起来的龙头，在那个最顶上，在那个地方。撑在地上的，从这一面进去吗？哎，也不太像啊。都感觉像是没有完工的。看这边是吗？在它后面，堆放了很多建筑的一些材料，感觉像是那种木材一样。看一下，木架，
再往后面就是杂草林了。哎，尾巴在这里的。尾巴吗？你发现了？从这边上去。哦，没错，那尾巴就在这里。后面都没有路。看一下，从这里进吗？堆放了一些水泥吧。龙的尾巴，地上的扩音器，哇，这里面看上去真是一片狼藉啊！小心点哦！这刚刚看到没有施工完成的，不过还是可以爬上去啊。你看，就是从这里啊进入，写上了欢迎光临。而且进来以后啊，你看它有一个屏风，一边呢是往上，另外一个区域啊，竟然是往下。没想到啊，这个青龙塔它还有地下室。哇，这里面有点黑哦。到这里是堵上的。这里面啊，应该长时间啊没有人护理啊，也没有排水的地方，所以水把里面都淹了，现在就像是一个水池一样了。而这一面啊，墙堵住的，看一下，哦，里面是一样的，就像是一个游泳池了。看来如果继续这样的话，应该要不了多长时间啊，这整座塔都会被这个水啊给淹没了。走。哇，这里面非常的杂乱。你看，这写上了“锦花野蟒”，是一个很大的玻璃柜，里面有写上的好像是什么野蟒、蟒蛇之类的，但现在蟒蛇啊早就已经不在了，只有一些鹅卵石，然后还有什么乌龟的介绍吧。鳄鱼龟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体型酷似鳄鱼，嘴像老鹰的嘴，非常罕见。其肉骨比可达85%，含有大量的人体所需氨基酸。你觉得这里看上去啊，像一个什么地方？难道是个水族馆？水族馆，我怎么感觉看上去啊，更像是一个动物园呢？最奇怪的是这里金花巨蟒，底下写上了可以与公蛇合影留念，蟒蛇是龙，会给您带来好运。这里明明是一个龙塔嘛，怎么会是蛇呢？现在蛇早就已经啊被拿走了。走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阶梯挺陡峭的，上面有什么？感觉这里有一个像表演一样的东西。像表演啊，小舞台嘛，是不是？中间这里啊，是一个金黄色的，像这个舞台式的帘幕，
而旁边写上了河南猪，这很有可能啊是过去的那种小动物吧，在这里表演一些节目。这里还有猴子伤人。你看，在这个玻璃柜里面啊，还放上了一个标本，这应该就是刚才啊底下写的那个鳄鱼龟吧？从这里看一下，哇哦，你看张着嘴的，而且感觉这个嘴特别的大。如果在过去的话被它咬住的话，那可完蛋了。这很像远古时期的那种动物。远古时期啊，没错，你看龟壳就像那个山峰一样。还有它的尾巴，就像那个恐龙的尾巴一样。哇，这蛮厉害的。底下好像还有小白鼠还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木盒，里面比较的宽敞，但是没有什么东西。这里还有水龙头，没有水。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露台，可以通出去，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。旋转过道，嘿，走，我们继续往上面。这一层是空的，中间这里以前感觉像是有一个水池一样的东西，但里面现在有很多的虫。上面，这里同样是另外的一个露台，越来越高了。走。又是一个洗手的，看一下，没有水。哇，你看这里，好大的一个弥勒佛啊！这弥勒佛啊，非常的大，放在这里应该有很长的时间了，因为你看他的身上啊，比较的脏了，该去洗一个澡了。不过这么大的一个体型啊，又是怎么搬进来的呢？你看是阶梯。这么的狭窄，而且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窗户啊，或者说是这种玻璃门吧，都很小。难道是把它分解为了好几块以后，这样抬上来以后再组合吗？那地方还有功德箱啊，阿弥陀佛。这一层就是一个弥勒佛。走。这一层蛮空的，哇，在这里，你看，哇，特别的臭哦。地上有一个玻璃柜，还蛮大的。这一层一上来以后啊，很大一股味道。因为这个里面啊，我感觉好像又是什么标本之类的。不过这个窗户啊，看不太清楚了，非常臭。看上去有点像是某种动物的骨骸。那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一些玻璃啊看不清楚了，而且在玻璃上面啊爬满了蛆，特别的臭。走，我们再上去看一下。这上面是走到第几层呢？我也没有数，好像是第4层还是第5层。哦，哇哦，
这走到侏罗纪时代了。你看这里有一些恐龙啊，这应该是翼龙吧？有翅膀，嘿，翅膀现在都快没了。下面这里这什么龙？应该是三角龙吧？头现看不清楚了，但从上面的这个披风来看啊，应该是那个三角龙。牛角又被盗走了。这里还有什么巨超龙吗？就是最大的那种恐龙。那你知道在侏罗纪时代，这些恐龙它们是吃什么吗？吃草啊。哎，你知道啊？对啊。食草动物嘛。但是这个翼龙啊，我觉得在过去应该不一定是纯粹吃草的了，它可能是吃一些鱼啊、虾啊，或者说是一些腐肉之类的吧，小动物之类的。而且你看这些恐龙啊，虽然它们不是标本啊，只是模型，但是呢，每一个恐龙身上都有机关哦。那边还有插头，过去插上电源以后呢，这个翼龙啊还可以往前走，飞出来吧。而这个三角龙啊，你看它身体里面还有很多的电动的一些马达、电动的皮带，就说明在曾经的时候，它的眼睛啊，或者说身体某些区域应该是会发光的。所以你刚刚说到的那个在这个塔里面发光，会不会是这一些东西发出的光线呢？不过现在看上去啊，已经是特别的破旧了。但你有没有发现啊，这个塔呢，越往上走啊，好像越来越窄了。你看这一层的空间啊，明显我感觉就没有底下空间这么大了。包括它的阶梯啊，也是越来越狭窄。所以这个塔它还不是那种圆柱体，直接相同的面积往上的，应该是越来越狭窄。走，上去看一下。哇，这一层是什么？放了一个挺古老的树根，你看，这是在龙乡铜梁出什么树根龙？那这还不单纯是一个树根哦，这可是真真正正的树根龙哦。你看，这是龙头。还有它的触角张着嘴，而它的身体呢盘旋过来，一直到它的尾部。哎，上面写上了这种龙，当地呢把它称作为回首龙。而有关方面的专家评定，这个回首龙的价值啊，20万元哦！哇，我们发财了！如果把它带回去的话，你看就这样的一个龙啊，就一直静静地躺在这里。而且在这个桌上啊，还有香烛，是以前没有用完的。看来过去来这里的香客啊，应该不少。他现在就把它放在这个玻璃柜上面的。这个里面还有另外的一根小龙吗？不太像了。但是这一个哇，真是栩栩如生啊！来，我跟他合一张影，价值20万。好 ，OK， 还有触角，真是蛮神奇的哦。走，越来越窄了。你看我必须要侧着身体啊，才能往上走。哇，上面好像又来到一个道观了。你看这里有3位仙人，不知道是不是道家三清啊？那看上去又不太像，但从他的面相看上去啊，有点像是龙王。而中间和旁边这一位就没有任何的标识了。从他们的面相看上去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哎。我也不太清楚，不知道是不是炎帝，或者说什么先祖之类的。看来我们有点孤陋寡闻啊。但是你看过去啊，这些箱子啊，还有香钱啊，是特别的多，而且这个地上啊，有很多的香烛都插满了石槽，看来真是香客云集啊。这里功德箱，这个地方还有观音菩萨，
看去也是蛮古旧的了，放了很长时间。这财神爷，嘿，上面还掉了一些东西，写了什么？天门下众弟子。这里是世界国家得太平，这是尊如佛陀度众生啊，还有一些像少数民族的一些彩绘的图案，真是蛮和谐的啊，在这样的一个地方。你看，我们从1楼的像动物园一样的地方啊，一直上到了竟然是道家修仙的地方，每一层感觉都是与众不同啊！走，我们再往上走。都没有水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看上去有点怪异哦，有点像蛇哎。哇，张着嘴。你看在这一层啊，空间已经非常狭窄了，然后就是一个图腾，上面一只蛇张着嘴，这个獠牙，应该是木质的吧，蛮有趣的，而且还挺高的哟，差不多1.8米左右了。上面应该就是最顶部吧。哇，果然啊，这里就是最高层了。而且这里啊，还有一个洞，看一下，木窗户，里面是什么？感觉是龙的身体耶，这两边都有。好像是埋的一些电线还是什么？这上面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那这里有一个铁门，再去看一下。这就是外面的风景了。你看对面那个湖，是蛮漂亮的。哎，哇，你看这里，刚才从外面看上去啊，这个龙缠绕着这个塔。现在走近以后，原来这里啊是一个滑滑梯。在过去啊，应该可以这样就滑下去了。哇，真的挺有创意的啊！看，而这一面是另外一个阶梯啊，还可以上去。来，我上去看一下。你看旁边的这个佛手兰啊，都已经全部锈着了。我得稍微慢一点。哇哦！这应该就是龙头了吧？嘿嘿，你好吗？我好像比你还要高了哟。好大的2个鼻子。这里啊，就是这个青龙塔的最顶部了。中间这里还有一个像以前 KTV 的那种旋转的玻璃球，就把我这样抵着。而在这个最高处啊，它虽然很狭窄，但是呢，却可以360度啊眺望周围的美景。来看一下，那底部啊，其实真是蛮高的。站在这里啊，再看下去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哎，不敢看呐，很高了，太窄了。不敢看啊！其实我在这里啊，你看扶着这个铁栏杆啊，感觉都在发抖，腿都在颤抖。这看下去啊，真特别的高啊！但是风景依然是很漂亮。除了湖以外呢，周围就是这种森林啊，还有一些名家吧，一种大自然的美。来，我们用无人机啊，360度眺望看一圈。站在塔顶眺望周围的风景啊，真是能感受到一种宁静，或者说是一种神秘交织的美吧。你看，曾经这座塔是多么的辉煌。它也许是很多人向往之地吧，不过如今啊，又颇具
许多灵异的色彩。这是大千世界无所不有。大千世界啊，没错。那这一层楼啊，与其说呢是一个景点吧，不如说是一个展览馆或者说博物馆吧。你看整栋楼啊，每一层都是各种标本啊，或者说是模型吧，还有一些道家的人物。那可能在过去会有一种普及知识的作用，而现在看上去的确会透露着一丝神秘或者说是诡异的气息吧。因为晚上来的话，肯定特别的吓人。晚上啊，或许吧，因为这个9层妖塔啊，就曾经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地方呢，如今啊，已经就是这样的一番景象了。而且底下我感觉啊，也多半都是荒废在了这个地方，但是它依旧啊，还保持着当年的那种魅力吧。所以，如果你对探险感兴趣，又或者说是你对这种神秘的事物比较感兴趣的话，不妨啊，也来这个9层妖塔呢探索一番。不过得注意安全哦。好吧，那这里啊，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生，我是小思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在这一个青龙塔，那我们的旅行啊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好吧？你先走，注意安全啊。风太大了。是。走，稍微慢一点啊。这个阶梯啊，它是那种瓷砖的，而且现在又是在悬崖边，嘿，风还很大。因为这里啊特别的危险，所以我们还是原路返回。走。图腾，嘿。20万，拜拜。每一层都感觉是一个奇妙的世界。侏罗纪，嘿嘿，很不可思议啊！在这么窄的塔里面，居然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。但这里面太臭了，而且玻璃里面全是蛆，太臭了。罗汉，该洗澡了。走了。这边就是从上面这样滑下来，你看。哦，这里啊，哎，没错哎，这是那个滑滑梯吧？从刚才我们最顶上的那个地方，对。但是我不知道稳不稳啊。好，走了。再看一下这顶上，哇，特别高。
走了。9层妖塔，嘿嘿。